这是这些晶圆裸片的显微图像，用的正是我身边这台自制的显微镜所拍摄的。这时候有见多识广的观众要问了，好吧，你这显微镜确实不错，但和扫描电镜比，你的创新点在哪里呢？ OK， 我们拿来一个鼠标，尝试拖动它。是的，它其实是一张三维图像，而这准确的来说应该叫轮廓仪。轮廓仪的原理其实很简单，我们需要一个距离传感器，然后把这个距离传感器在样品表面进行扫描，采集样品每个点对应的距离值，就能够轻松绘制出这个样品的表面形貌了。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我们既可以通过移动探头来完成扫描，也可以通过移动样品完成扫描。老观众可能知道，这样的工作形式和我之前所说的扫描隧道显微镜非常像。实际上，轮廓仪也可以看作一台放大版的扫描隧道显微镜。在我之前的扫描隧道显微镜中，我设计了一个压电滑台，负责将样品送入扫描头的工作范围内。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滑台的工作原理。压电滑台由3个部分组成：滑轨、压电陶瓷以及磁铁。磁铁吸附在滑轨的侧面，它的运动可以受到压电陶瓷的控制。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缓慢地移动磁铁，滑轨的运动将跟随磁铁的运动。而如果我们突然反向快速移动磁铁，由于粘滑效应，滑轨将无法完全跟上磁铁的运动，此时滑轨将与磁铁产生一个相对位移。如果我们重复这一过程，滑台将能够实现连续的移动。如果我们把磁铁的运动方向反过来，滑轨也能够反向移动。当然，实际压电陶瓷产生的位移没那么大。好了，如果我们设计好了一个压电滑台，它能够一维移动，这时候我们在它上面再放置一个相同但是方向旋转90度的另一个压电滑台，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个2维定位台。这样的一个定位台就能够控制样品在2维平面上进行移动，完成轮廓仪的扫描操作。在这里，我使用的是 Token AL 1.65型压电陶瓷，它的驱动电压为-10伏到正10伏，对应能够产生300纳米的位移。也就是说，当我们使用它驱动磁铁时，一个粘滑周期所产生的位移能够小于300纳米，这已经能够达到非常高的分辨率了。并且通过测量也能够发现，当使用10伏的锯齿波对滑台进行驱动时，一个锯齿波能够产生约290纳米的位移。当我们连续施加10个锯齿波的时候，它能够产生2微米左右的位移。那么解决完了扫描问题，接下来我们只差一个距离传感器就能够完成我们的轮廓仪设计了。诶，等等，你刚才用什么东西测的位移？这是一台来自 Micro Epsilon 公司生产的 IFC2421 共聚焦位移传感器，配合 IFS2405-1 探头，它能够实现38纳米的动态分辨率。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认为，我的天哪，那么这台设备一定很贵吧？是的，全新的 IFC2421 可能需要5位数左右的价格，但是一些公司在采购了这样的设备，设备在淘汰之后被贩子以低价收购，挂到某鱼上之后，被我以1900元的价格买了下来，甚至我觉得价格还能再看看。那么共聚焦位移传感器是如何实现位移测量的呢？我们拿来一个光源，它能够发出平行光束，再拿来一个透光率为0.5的分光镜，它能够反射一半的光束，而另一半的光束将透过分光镜，在被反射的光束中放入一个凸透镜，这时候我们将看到光束在凸透镜的焦点处汇合了。如果我们在焦点处放置一个反射镜，我们可以看到反射光将透过分光镜形成一束新的平行光。如果我们在新的平行光处放置一个凸透镜，那么这束平行光也能够在焦点汇聚。我们在新平行光焦点处放置一个非常窄的光圈，让光束恰好能通过这个光圈。此时我们移动下方的反射镜就会发现，一旦反射镜稍微偏离了焦点，就会引起上方光线汇聚点的移动，从而导致上方光线无法通过光圈。也就是说，在这个设置下，只有下方反射镜恰好处于焦点的时候，光线才能通过上方的光圈。好了，现在是对于单色红光的情况。实际上，对于同一材质、不同波长的光线，在其中的折射率是不一样的。对于可见光，波长越短，折射率越高；
如果我们将光源换成包含各个波长光线的白光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不同波长的光将汇聚在不同的位置，紫光的焦点将更短，而红光的焦点将更长，这也被称为色散现象。这时候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装置，当反射镜处于焦点附近的时候，只有在光圈处恰好汇聚的光才能通过光圈，而其余波长的光将被挡在光圈外。通过调整反射镜的位置，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反射镜位置的变化，将有不同波长的光在光圈处汇聚。在光圈后设置一个光谱仪，分析哪个波长的光最多，我们就能获取到反射镜的位置了。在这里，这个探头内部的透镜就是负责将不同波长的光线汇聚到不同的点上，返回的光将通过光纤传回控制器。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器输出的电压、RS42 串口或者是网页来获取到探头目前的读数。那么就这样，传感部分也解决了，接下来就是通过机械设计和软件把它和我们的定位台结合到一起。我简单设计了一些机械结构，把定位台和探头固定在了一起。由于我们的定位台不能够 Z 轴运动，所以在它下面我放了一个手动的定位台，用于把样品送入探头的传感范围。对于定位台的控制，我这里设计了一块3DAC1ADC 的板子，它可以通过 SPI 协议进行控制，把 DAC 的输出端接到定位台就可以控制定位台了。在这里我接了一块树莓派 Pico 2来控制 DAC。Pico 2通过 USB 连接到我们的电脑，在电脑端我设计了一个软件用来控制 Pico 2和接收来自位移传感器的位移数据。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把样品放上轮廓仪，开始扫描吧。正如开头所展示的，我们可以拿来一些晶圆裸片来扫描。这些晶圆裸片是我在某宝打包买的，并不知道它们的实际型号，所以对于它们的形状，我们就是看个乐呵。不过也能看出一些电路结构就是了。除了芯片裸片之外，我还扫描了定位台它自己，它的表面是阳极氧化铝，可以看到它表面的粗糙情况。这是苹果的表面，可以看到除了可能是刮擦引起的凹陷之外，其他地方还是很平整的。这是纸张的表面，这是纸巾的表面。关于定位台以及轮廓仪的资料已经全部开源放在了立创开源平台以及 GitHub 上，欢迎点赞收藏以及 Star。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